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袁成。于朦胧事件越挖越深，越看越心惊。大青天啊，救救我们家于朦胧！那是他母亲的哭喊，撕心裂肺。而就在哭声还在回荡时，一场诡异的灵界对话震撼全网，传出2个字：易烊。没错，就是那个顶流男星易烊千玺。更巧的是，于朦胧过世第5天，他突然开直播，8年没开，全程沉默，不互动，只低头叠石头。有人说那是压事实，有人怀疑他被逼压热搜。如今灵界讯号再现易烊整个娱乐圈都炸了。同时，于朦胧的恩师孙德荣也被威胁10月25号是你的死期，他没退，反而霸气回呛：我很期待看他们怎么让我死。但他也说，交通事故最难闪，暗示如果他出事，可能是被伪装的意外。一句话让人背脊发凉。现实世界的恐吓还没停，灵界却像在说话。范世琦被曝要办粉丝见面会，赵丽华呛网民：1亿个你掀不起风浪。而全世界的网友从美国到欧洲举起白纸，只为一句呼喊：为于朦胧讨公道。这早已不是娱乐圈的悲剧，这是一场关于真相与恐惧的战争。当灵界传出易烊的那一刻，真相可能正在逼近，而危险也一步步靠近。最近在 YouTube 上有2个频道，叫处张嘴和204档案，他们上传了好几部影片，声称和于朦胧的灵魂连线。这种方式是透过快速扫描无线电频率来捕捉灵体的回应。我们先不讨论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但影片确实引起了很大的轰动。在10月24号上传的一部影片里，主持人问了一个关键问题：还会有什么事陆续发生？结果那端据说传来了2个字：易烊。易烊这2个字一出来，所有人都炸锅了。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中国大陆的顶流男星 TFBOYS 的成员易烊千玺。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恐慌？因为易烊千玺在9月16号，也就是于朦胧过世后的第5天，突然开了一场非常诡异的直播。大家要知道，易烊千玺已经有8年没开过直播了，结果他那天突然上线，直播了17分钟，但整个过程他面无表情，看起来很低落，很冷淡，几乎没有互动，不跟粉丝交流，只做一件事，默默地不断地叠石头，不断叹气，嘴里还念着好无聊。最后他突然说了一句下播吧，画面就立刻被工作人员切断了。当时网友们就觉得不对劲，有人说这是无意义的举动，象征他心理压力已经到了极限。有人怀疑他是不是被逼着开直播，目的是为了压住当时于朦胧坠楼的相关热搜。还有人解读他叠石头的动作是在暗示压事实。本来这只是猜测，结果现在通灵影片又冒出了易烊这2个字，这2件事一凑，真的让人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现在很多人都跑到易烊千玺的社群下面，提醒他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大家会这么紧张，就是因为于朦胧案显示出娱乐圈背后的水深不见底。台湾资深经纪人于朦胧的恩师孙德荣也面对实实在在的危险。为了帮于朦胧伸冤，他做了很多事。他先是去了新庄地藏庵，接着在10月17号办了一场非常大型的祈福法会。孙德荣准备了豪华的别墅纸扎屋、纸扎汽车、纸扎平板电脑，甚至还有纸扎钢琴，光是金纸就烧了3.6亿。孙德荣说，他希望于朦胧应该快乐地到西方极乐世界唱歌跳舞去了，不要再让他有任何挂碍。但这些举动惹来了麻烦，抖音上出现贴文，直接呛声说10月25号将是孙德荣的死期，这根本是赤裸裸的恐吓。不过孙德荣没在怕的，10月25号当天，他直接在脸书发文报平安，还公开回呛。他是这么写的：我被诅咒10月25号将是我的死期，就要看看到底是如何让我死，我很期待，亲爱的好朋友，放心。孙德荣说，他早就料到了，
如果他会怕，当初就不会帮于朦胧做法会。他也提到自己现在出门都很小心，比如法会当天，他去跟回来都搭了不同的车辆。他说他心里很清楚，交通事故最不容易闪躲。这句话真的让人听了毛骨悚然，这暗示着如果他出事，很可能会被伪装成一场意外。这也让支持他的网友们非常紧张，纷纷留言提醒他注意安全，如有感觉异样，赶快报警，随身携带保温瓶，不要随便吃别人的饮料或东西。家里饮用食品，出入人员都要注意。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。我们很多人为了保护牙齿，天天刷牙2、3次，可是眼睛的保养更加重要，因为牙掉了还能植牙补救，视力真伤了就麻烦了。从早到晚盯屏6到8个小时，感觉干涩、酸胀、畏光、眼压紧绷，你是不是也是这样？我劝大家，眼睛越早护理越好，越省心。推荐给大家一个小东西，一个非常好用的冷敷眼贴，贴上去大概3分钟，我就明显感觉眼睛放松下来了。这个眼贴里面有3种植物萃取成分，贴上去清清凉凉的，可以帮你缓解蓝光带来的压力，维持泪膜滋润。有86%的人反馈使用后更放松、更滋润。那么怎么用更到位呢？如果你是日常保养，可以每周2到3次给眼睛做个小 SPA。如果眼睛已经明显干涩，或者是最近用眼很多，可以增加使用频率。白天用2到4片，分时短贴，晚上6片，连贴6到8个小时，睡一觉。这个眼贴在工作、睡觉时都可以用。我的很多同事就是直接贴着工作，一开始会流泪，试用后就可以了。用完撕下来，不扯皮，也不化妆，每天不到半杯咖啡的钱，就能给眼睛一份长期守护。需要的朋友就点击下面的链接，输入我们的优惠码，大写的汉语拼音大10局，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。好，看完了受害者这边的发展，我们来看看另外一边，那些被网友们点名的嫌疑人，他们在干嘛？范世琦，他本来是于朦胧的生前好友，但在案发后，网络流传的现场影片中，有一段声纹被鉴定出跟范世琦的吻合率高达99.57%。接着他又被爆出疑似崩溃发文，写下没错，就是我杀了于朦胧，因为他该死。虽然这篇贴文10分钟内就火速删除了，但早就被截图了。从那之后，他的演唱会和新戏都遭到了网友的强力抵制。他原定10月18号在成都的演唱会也临时宣布取消了，理由是身体不适，但大家都觉得他是在避风头。结果风头还没过，最近网络上又开始流传一张他粉丝见面会的海报，上面写着即将定档，地点包括杭州、广州、上海、北京等地。这下彻底点燃了网友的怒火，大家都在骂，在于朦胧复活之前，我们都会一直抵制你的。是见最后一面，告别式，甚至有人说拿于朦胧照片给他签名。这表明只要真相一天不出来，网友们就一天不会放过他。另一位被网友们紧盯的嫌疑人叫方丽，他投资的电影也遭到了抵制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一个叫赵丽华的女人突然跳出来公开力挺方丽。她发文说，方丽投资的电影下一个台风必定是精品。有网友就在下面留言，那必须抵制呀。结果赵丽华竟然霸气回呛，就凭你1亿个你加起来摞一起都掀不起任何风浪。这句话彻底激怒了网民，大家就开始挖这个赵丽华是谁，凭什么口气这么大，不挖不知道，一挖吓一跳。首先他自称是作家诗人，但他写的诗被网友拿来跟屎尿体相提并论，并说他是白话体。他有首诗是这么写的，毫无疑问，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。另一首，一只蚂蚁，另一只蚂蚁，蚂蚁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，这我实在是不懂。网友就嘲讽，这种不加标点符号的白话文也能叫诗人？更关键的是他的背景。根据天眼查的资料，赵丽华是北京京港药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法人兼执行董事。这家公司注册资本高达630万元人民币，但这么大一个中型企业，
他的员工数竟然是0。网友直接说，这根本就是个中大型的空壳公司，就是用来洗钱的地方。最猛的是，赵丽华还有一个身份，她是河北某官员的第2任妻子。网友说，这就叫权力的傲慢，这就叫资本的炫耀。难怪他敢说1亿个你都掀不起风浪，因为在他们眼中，百姓什么都不算。第一个是美国著名的独立影评网站 TC Candler， 他们在日前公布了2025年全球100大型男的提名名单，于朦胧的名字赫然在列。网友 YML0911 已经正式向 TC Candler 提交了2部适合用于宣传于朦胧的影片，一部是于朦胧2023年时自行制作的影片，另一部是网友透过于朦胧的影片再行剪辑和配乐的影片。据说这2部影片 TC Candler 收到后都表示相当满意，会考虑从中选择一个作为向全球宣传的影片。这是于朦胧第一次正式入围，在他的官方提名海报上，那张温柔的笑脸旁印着 Rest in Peace， 中文就是安息。TC Candler 这个榜单虽然不是什么官方大奖，但他办了30多年，在全球粉丝中影响力极大，每年的点击量都是以亿计算的。这一次于朦胧的入围不是为了热度，而是因为有人不愿让他就这样被遗忘。第2个声援于朦胧的行动是由美国华人网友发起的全球在线声援行动，在短短10天里，主办方收到了来自5大洲大约18个国家近70位网友的投稿。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网友纷纷举起白纸，上面用各种不同的文字写着同样一句话：为于朦胧讨公道。白纸这个符号本身在中国就带有特殊的抗议含义，我想大家应该都懂。除了严肃的声援，大陆网友也用他们特有的幽默在发声。他们制作了影片，把那些被指出现在受害现场的人的头像用胳膊肘一个个撞飞，还有一段动画把被指涉案的导演程青松的头像做成了打地鼠，不断冒出来，又不断被3个大汉用大锤砸下去。另一段是程青松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跳芭蕾舞，结果他几次摔倒。还有一段是其他人坐在栏杆上，程青松来了也试图坐上栏杆，结果不仅自己向后栽倒，还把其他人也都拉了下去。同时网友也创作了满庭芳国色的影片，用新疆壮丽的山河美景来形容于朦胧，希望大家能记住那个用光与温柔点亮世界的人。随着全球要公道的风暴不断延烧，网友们也不断挖出于朦胧生前的点点滴滴，越发现他的离去并非是一场意外。有网友挖出2013年快乐男声的影片，当时陈坤是评审，他对于朦胧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长得好看的男生需要更强的实力，才能超越别人对你外表的吸引。最终陈坤淘汰了于朦胧。在9月12号于朦胧过世的第2天，陈坤发文悼念，特地提到了2013的夏天。网友们现在回过头来看，认为陈坤当年就在暗示演艺圈的复杂环境，淘汰于朦胧其实是在保护他。网友还挖出他演唱英文歌曲的影片，发现他修改了歌词，似乎在用隐晦的方式求救。被修改的歌词翻译过来是：且慢，一片阴影已笼罩前路，而我始终沉睡着，任由恐惧在床榻上方匍匐。我已深陷孤独经年日久，被困在那往昔的牢笼里，我似乎就是无法向前走，唯一一条归途领我回家。网友们看到这些都非常痛心，后悔领悟得太迟。还有一段影片是和歌手刘维一起，刘维提议玩演戏，表演从你的表情看得出来你收到的短信是什么。于朦胧说不能太过分的，结果于朦胧表演时，他看了短信之后立刻两眼发直，目视前方，眼中有怒气。在旁的刘维当场吓到，说啊，不会吧，是悲剧啊。接着于朦胧就开始左顾右盼，若有所思，像是在想怎么应对无理的要求。刘维看着他的表情解读道：我现在怎么办？你被骗了。于朦胧轻轻点头，表示他解读的没错。网友感叹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他内心恐惧和创伤的真实反应。
还有网友转发了一段据说是于朦胧母亲哭喊的影片，她泣不成声，哭喊道：“大青天啊，救救我们家于朦胧！我跟你讲，不要去唱歌，不听啊！”这句话太让人揪心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梳理了于朦胧案的一些最新进展，我们看到了他勇敢的恩师因为讨公道收到了威胁，我们看到了一场诡异的通灵把另一个顶流明星也卷了进来，我们看到了被怀疑的涉案人，一个准备开见面会，一个在网上炫耀着权力的傲慢。我们也看到了全世界的网友从美国到欧洲举起白纸，提名他为100大帅哥，只为了一个卑微的请求，要公道。官方的意外2字在这么多的人证物证和铺天盖地的民意面前显得苍白无力。这起事件已经不只是一个明星的意外离世，它撕开了那个光鲜亮丽的圈子背后最黑暗最丑陋的一幕。我们不知道真相什么时候会来，但我们知道只要还有一个人记得，只要还有一个人像孙德荣那样在追问，这件事就永远不会结束。大家对于易阳的通灵传闻有什么看法呢？你觉得范世琦真的敢开见面会吗？欢迎在下面留言，理性讨论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